朋友们，今天啊，我们来讲讲 Supercell 啊这家公司。你呢可能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，但是呢，你大概率啊玩过他们家的游戏。哪怕是你没玩过，你可能也见过类似的图标：卡通农场、海岛奇兵、部落冲突、皇室战争，风格非常的类似。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这家公司呢？还是因为前段时间皇室战争的这个更新啊，被很多的人吐槽。借着这个契机啊，咱们呢就给大家来聊一聊啊 Supercell 这家公司。Supercell 呢，它其实成立时间呢还是比较早的，它呢是10年成立的一家公司，距离现在啊13年，算是比较年轻的一家公司了。刚成立的时候，团队里边的人很少，不足10个人，但是现在呢，全球已经有300多位员工了，相较于人家几千人来说的这种大公司来算啊，算是少的了。和其他的这个游戏公司啊，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，Supercell 呢一早就是比较有远见的，就开始做这种移动端的游戏。它从10年成立之后，直到12年，其实中间呢也做了几款游戏，但是并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。直到12年，一下呢做出了2款非常出名的游戏，一款呢是卡通农场，还有一款呢是部落冲突。常年霸榜。然后13年的时候呢 ，Supercell 的收入啊就达到了将近8个亿的 dollar。14年的时候呢 ，Supercell 啊推出了海岛奇兵，然后马上当年的收益呢就翻了个倍，达到了将近16亿。这个收入呢可谓是蒸蒸日上。然后紧接着在这个16年啊，就推出来了另外一个大杀器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非常熟悉的皇室战争。这几年啊，可以说 Supercell 是非常非常顺的，出一款火一款。这跟它本身的这个战略定位也是有关系的，因为它一开始就是针对这个移动端去做的嘛，所以说也是赶上了这个智能机兴起的大浪潮。当时 Supercell 的游戏可以说在这个众多游戏里边还是算一股清流的。它这个游戏你的氪金并不能给你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体验，你花钱买了这堆箱子呀，你总觉得有点浪费。说实话，就是服务于不差钱的氪佬的。对于这个学生党一看，要我花钱就买这堆东西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花了吧。你当时你就会这么想，不是说哇手充6元有这么牛逼的道具，哇我氪了，他不会给你有这种感觉。而且呢，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就是实时反馈啊，并不会那么快。就是开箱子你需要有倒计时，你先下线吧，别玩了，你明天再上线，你才能看见这箱子里边的东西的。升级这个建筑呢，也是啊，给我等10几个小时之后你再上线吧。所以说它还不是说那种强行把你绑在游戏里边玩的那种。很多人他是奔着什么来的呢？也就是 Supercell 它是不分区服的，也就是全球统一服。很多人都是奔着这个暴打老外的这种心情去玩这款游戏。所以说当时这个 Supercell 啊口碑是非常非常的好的。但是直到16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也就是鹅厂斥资86亿美刀，折合人民币啊将近670亿，收购了啊 Supercell 84.3%的股权，4舍5入相当于直接买了。并宣布啊不会呢干涉啊 Supercell 本身的开发啊跟运营，老操作了啊，跟当年收购拳头那是一模一样。请客斩首，收下当狗。本来呢，以为 Supercell 能抱上一个大腿呢，事实证明确实是一个大腿。只不过啊，黄老爷这颗大腿它是有代价的，不是说你随便都能傍上的。代价也就是马服特色。从22年开始啊，先是部落冲突，其次呢就是皇室战争，都分了这个马服跟外服。国服玩家必须要求你登录 QQ 号或者是微信号。如果说当时你没有绑定 QQ 或者是微信，对不起，你号没了。可以说当时啊，把玩家呢都吓得够呛。之前的话，很多玩家他其实是从各种渠道服里边下载的，所以说大家当时就都懵了。就基本上呢，只能去找腾讯客服了啊。但是众所周知啊，腾讯客服基本上不存在啊，所以说呢，很多玩家他就丧失这个机会了。到现在呢，都没有转过去。然后再加上前段时间皇室战争的这些骚操作，大家呢可谓是被这个马服特色啊伤透了心。虽然说这几年啊 ，Supercell 呢并没有做出来什么非常火的爆款产品，也就荒野乱斗呢稍微好一点，也不算是新游戏。但是呢，在接触腾讯之前啊，我对 Supercell 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。最后呢，也奉劝各位啊，远离马服，不然会变得不幸。当然没条件也没办法，明明知道它是一坨屎也得硬吃啊。